飞升吗？为什么人类最后的线路会开进一座工厂？是自己，因为先人修的是自己，而人类要做的是把修仙造给所有人用。凡人造出的仙气，只有这种程度。亏虚线断了，第一防线没了。64座节点还在线，但主控权限正在崩塌。取消个人最高权限。核心已毁，人类的长城结束了。那不是仙气，那只是人类工业修仙的第一批产品。分布式接替完成，64主节点独立运行。现在轮到人类量产奇迹了。将在4分钟后进入江城上空，所有人员立即进入地下避难所。不明天体将在4分钟后进入江城上空，所有人员立即进入地下避难所。别停，沿黄色标记往下走。先生，别挡通道，马上进去。城区已经停电，这里的护载为什么还在增加？设备问题，进去再说。防爆门只剩30秒。伏羲文明解析终端启动，检测到3处异常能量节点。3处。先生，立即进门。电不是送进避难所，是从整座城市抽到这里。这里是应急能源中心，不可能反向供电。那它为什么还在增压？存活概率0%。进来，门一关你就进不来了。不能关门，下面有东西。打开能源中心通道。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这里不是避难所，是锚点。主厅短池断电，人员安全，申请检修。不是断电，每隔7秒，地下就在抽走一次能量。先把他带离人群。配合检查，别再制造恐慌。记录电压变动时间。你想证明什么？下一次下降在6秒后。外部供电已经归零，备用机组不可能撑起这个负担。电不是设备在用，是地下的东西在吸收。你凭什么确定源头在能源中心？切断东侧照明支料3秒。负载下降了8%。照明支率没有连接主厅生命系统，却影响了地下变动，说明下面有设备，不代表是锚点。再接通，看它会不会恢复。这条回路10年前就封停了。它没有封停，只是从城市系统里消失了。能源中心通道属于封闭区域，我没有开启权限。那就立刻向上申请。空间结构形成进度。你到底需要什么？能源中心完整图纸，还有一条能下去的路。要是判断错了呢？再晚1分钟，这里的人连判断对错的机会都没有。能源中心下层10年前就封闭了，只剩3条旧线路。
这3处都在吸收能量，哪一处是源头？现有数据不够。主变电室负载最高，源头只能在那里。它只是汇聚点，数据已经很清楚。这条线路没有设备，为什么电流比冷却井还稳定？权限不足，强行开启会触发锁死。维修队还有2分钟。我们没有2分钟，你连下面有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才要在它完全成型前下去。线路方向被改过，但系统里没有施工记录。主电电室在给它功能，空白区域是什么？图纸上从来没有标注。真正的源头就在这里。未经授权开启，所有责任都在你。门是我开的，记录清楚。我只需要一条路。进去以后30秒没有回应，我们就封门。凌晨，看到什么了？废弃回路没有废弃，检测到未知生命信号。他在守着什么东西？马上回来，我封门。门挡不住他。目标能量来源位于地下回路。左侧没有出口。我不是找出口。目标外壳导电率82%。目标正在重新规划路线，他会判断危险，判断依据不明，那就让他没有安全路线。凌晨，别进水！目标能量回路过载。他死了吗？只是失去功能。检测到未知文明材料，可进行基础扫描。空间结构形成进度51%。避难所还能撑多久？不是他能撑多久，是下面还要多久把所有人拖进去。检测到空间能量汇聚结构，这就是锚点。这里只是入口，核心在避难所正下方。主天氧气循环开始掉压，备用机组最多撑3分钟。切断地下回路，能不能停住它？能，但避难所会同时断电。通风、供氧、防爆所都会失效。孩子喘不上气了。所有人靠墙站，保持通道畅通。凌晨，备用机组正在被反向抽空。断电，下面的人可能先缺氧。不断电，空间结构3分钟内闭合。你有替代办法吗？先找到真正核心，再决定切哪一条线。主变电是反应最强，强的是输送，不是核心。那核心在哪儿？藏在唯一不发光的地方。预计完全闭合时间2分47秒。没有梯子。你回主厅，准备切断全程电源。切断以后呢？让下面的东西先断一口气。空间锚点确认，关闭城市电网，能让它停止吗？数据不足，预计形成速度下降41%。谁提出切断全程电网？下面的凌晨。断电后，避难所生命保障最多维持8分钟。没有授权，谁也不能碰总闸。凌晨，我需要可验证的数据。每输入1份电力，它的空间体积就扩大1份。这是判断，不是证据。给我10秒，
我让你看见证据。支路断开后，空间变动下降9%。这只是城区一条旧线路，重新接通，看清楚。断电能拖延锚点，也会让20万人失去共享。最多8分钟，我们无法同时恢复全部系统。断电不是方案，只是把死亡推迟。那8分钟就是我们唯一的窗口。单纯断电只能拖延，你还有什么方案？它会吞电，也会按固定方向释放。说结论。把全城最后一份电反向灌回去。反向进网会烧坏城区大半变电设备。失败的话，避难所也没有第2次供电机会。成功概率58%。方案可信度58%。最坏结果，锚点提前闭合，当前区域全部卷入文明碎屑。同步给控制室。即将进行全区断电，所有人留在原地，不要靠近墙体和闸门。停多久？8分钟以内。这个命令会留下永久记录，记录我的选号。要是方案失败，责任在我，执行在你。全城电网已算开，开始相位调整，等我口令。你只有1次机会，所有人都只有1次。反向灌注窗口，持续3秒。什么时候输电？不是现在，窗口快没了！等他把门完全打开。形成进度99.7%，保持断电。窗口只剩1秒。现在输电！城区变电站开始过载，保持3秒。1秒，主回路要烧穿了。2秒。所有人别动！下面安静了，别靠近。锚点信号消失。凌晨，报告情况。凌晨，回应。检测到文明残响，记录石碑全部结构。当前数据层不稳定，预计停留时间12秒。凌晨，能听到吗？锚点关了。你带回了什么？一套能让人体吸收灵能的公式。你未经授权进入封闭区，切断全城电网，还带回未知材料。避难所的人活着，这能解释结果，不能免除审查。先验证他，再决定怎么审我。无法匹配任何已知文字。它不是文字，是呼吸与能量交互参数。凌晨说这是功法。先别给它取神秘名字，做实验。吸气4秒，停1秒，呼气6秒。细胞能量利用率上升3%，排除设备误差，再做3组。它确实能改变人体代谢，幅度太低，证明我们只记录了基础部分。你不满意？能被普通人重复，才值得继续。没有燃料输入，转子转速还在上升。不是没有能源，样本里的能量正在被转换。人体能用，机械也能用。这不是功法，
是一套能量协议。最高决策层要求30分钟内召开封闭会议。为了这张薄片，为了一个能让整个工业体系吸收灵能的人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。林晨，你认为江城事件还会发生吗？会，而且下一次规模更大。依据是什么？连接这里的计算设备。外部计算资源接入。这是全球坐标，不是现在的城市。检测到6组历史文明残留数据。6个文明毁灭结构完全一致，和江城锚点一样。他们是什么时候毁灭的？数据缺失，确认均属于地球历史文明。这是一份战时会议记录。第6次文明末期，核心委员会批准7成放弃方案。7座城市的人知道吗？未被告知。他们用7座城换了一次更高的成功率。第7个标记是什么？当前人类文明剩余时间90天。从现在起，成立天宫计划。你负责把遗留技术变成能生产的设备，你负责让设备活着走进战场，你负责找到人类活下去的方案。那是什么？收割通道的初始投影。江城事件并非已经摧毁，只是第1声钟响。核心温度稳定，能量样本5克，开始第1次转换。记录每一条回路，不要自动修正。转换效率31%。切断输出。只运行了3秒。第3秒已经烧穿核心。理论模型运行完成，实际材料偏差无法修正。转移模型里没有这些偏差，因为模型没有生产过第11000台机器。复习能把功法转成回路，只能证明回路理论成立。问题在材料，还有装配、公差、散热和爆胀率。他成功过一次，但还不是工业产品。拆开所有零件，逐项复测。第2台什么时候启动？等我们知道第1台为什么死。36小时内，我要一批能进入现场的转换设备。他们连重复启动都做不到。能不能用？给我一个明确答案。现在不能。降低输出，只保留20%功率。低功率也会累积热损伤。我们没有完整测试周期，那就更不能把未知故障交给使用者。11秒，效率12%。继续。升温超过标准。再给他3秒。测试不是主角。不量产，只制造3台工程样机。由谁使用？我带测试队。每台设备都可能在现场失效。把失效条件写清楚。把时间压到12小时。江北废矿出现未知能量峰值，现场已经被封锁。谁封的？矿区承包方裴家。距离交付还有28小时。把时间压到12小时。矿区属于裴家承包范围，未经许可不得进入。国家异常能源调查，立即解除封锁。里面的力量不是普通人能处理的，所以你们提前3天架好了监测设备。异常今天才进入官方监测范围。这台设备运行了72小时。裴家有自己的预警方法，我要全部原始数据。可以，
用矿区控制权交换。裴家负责开采，产出按比例交给国家，专项资源不接受私人垄断。普通人进去只会增加伤亡。你们还没进去，怎么知道里面只排斥普通人？人体能量正在被矿区牵引，这是灵气共鸣，更像入侵。裴家修炼100年，不需要外行解释。他们知道的比我们早。连安全路线都提前标出来了。不是临时发现，是一直在等。等什么？等里面的东西成熟。他们没有隔绝装备，裴家人会找到失联的人员。进去越深，同步速度越快。先让他们停止催动力量，那等于让他们毫无准备进去。这里的灵能比家族密室浓10倍。仙长人，别继续吸收，不吸收怎么撑住矿崖？他们正在失去自主调节能力。切断功法，让他们停止吸收。继续深入，找到主矿脉。你在拿他们验证路线。他们知道自己承担什么。停下运速！他在往身体里灌，上面要塌了！把矿区能量图交给我。松手，里面有裴家的人，还有7名矿工。裴家负责救人，你们交出数据。矿工受伤，但没有出现能量失控，因为他们没有修炼。矿洞会追踪体内能量回路，完全隔绝灵能的人反而不容易被识别。这是隔绝服，不是战斗装甲。关闭人体吸收模块，只保留机械辅助。谁进去？不修炼，能执行救援，熟悉危险环境的人。那就是我。人体信号未被牵引，向前5米。信号正常。矿区没有提高反应。他看不见你。普通隔绝服能进去，但塌方区需要护盾。天盾1型还没有通过高试测试，能撑多久？理论90秒，积水环境无法保证。那一件试验品就11个人，至少他不会主动吞噬使用者。护盾启动后只有90秒，90秒后呢？8分钟内不能再次启动。先找人，不碰主矿脉。收到。前方20米右转，生命信号在塌方墙后。护盾负载32%，继续前进。先拖小陈，他上得住，一个都不留。护盾剩余56秒。我答应孙子今天带回去，自己带给他。环境湿度超过安全值，护盾输出不稳定。剩余时间31秒，够用。不够带所有人回去。信号进水，输出下降40%。所有人贴左墙走。先过人，还有8秒。83秒失效，比理论少7秒。人都出来了，把高师故障写进第1项。他还不能进入量产，但他证明普通人能进去。检测到人工爆破材料残留，这不是矿石碎片。塌方有人动过手脚，他们不是来抢矿，是来毁掉证据。切口来自定向爆破，不是矿崖断裂。器材从哪里流出？矿区旧仓库。查最后一次开库记录。6箱器材去了哪里？风矿石统一销毁了。
封条没有拆过，记录可能出了问题。爆破点在哪儿？信号已经发出。凌晨，主矿区出现远程引爆，远程连接断开，也不会停止。爆破点形成连锁，第一处引爆后会击穿主矿脉，核心能量会向整个矿区释放。还有多少人在里面？4名矿工，2名陪加武者。我进去拆。护盾还不能再次启动。 6个爆破点，来不及逐个拆除。还有什么办法？把整个爆破区淹掉。开闸能停住爆破，也会毁掉临时核心。救人还是保矿？先确认撤离路线。开闸后，水流会把他们逼向西侧运输道，那里被塌方堵住一半，临时核心会彻底污染。核心以后还能找，人没有第2批。双重授权完成。主矿脉报废后，转换器能源计划至少延迟1个月。把损失写进报告。沿蓝色应急灯前进，不要停留。西侧通道被堵了。 退后3米，我从外侧打开。水位到腰部了，先送伤员出去。临时核心还在里面。今天先把人带回去。你毁掉了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能源。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，现在谁也得不到。 至少他们还能等到下一座矿。裴老先生，把手里的东西留下，这是从裴家矿区流出来的。从专项封锁开始，它就是国家级异常样本。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能力保住。放下核心，接受调查。没有完整护盾，你挡不住我。 天盾只能提供22秒低功率防护，22秒够了。护盾负载70%，保持距离，不要正面对击第2次。装备能替你挡1掌，挡不了第2掌。我也没准备让你打第2次。他的防御跟着手臂转移。 薄弱窗口多久？不到半秒，右肩后侧。3发都没用，再试一次。哼，靠这些废铁困不住我。不是困你，是让你只能往一个方向放。一个普通人。 1件装备不够，就加地形、数据和队友。目标失去持续反抗能力。护盾报废，枪管也要更换。核心拿回来了，不是装备让你赢，是所有环节都没掉线。把这套流程写进训练标准。矿区资源全部进入国家专项管理。裴家人员呢？ 接受调查，裴崇山已被限制行动。剩余临时只够做第1批电池。第1批先证明它能重复生产。第1枚天宫1型符文电池完成封装。不要启动整条线，先做单体检测。重复5次，参数必须落在同一区间。5次启动全部成功。输出只有文明遗物理论值的37%。 但5枚都能启动。下一批什么时候出来？先解决防水和散热。从今天起，每1枚电池都必须能追溯材料和工位。
故障数据也必须公开给使用者。普通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能源，只有10枚，还远远不够。黑虫山失守，灵石核心已经进入天宫计划。12个境外分部全部接入。林晨正在让普通人使用灵能，这才是最危险的部分。收割真的会在90天后开始。6次文明已经给过答案，名单之外的人怎么办？文明无法全部保存，90天后只允许10万人活着离开地球。异常区域正在扩大，各方舰队已经进入外围。遗迹在海底多深？不是海底升上来，能量方向指向天空。所有舰船后撤3海里，禁止进入坠落路径。那是一座完整城市，谁先建立通道，谁拥有优先调查权。遗迹位于公海，应由联合队共同控制。先确定稳定性，再谈资源分配。水晶城将在20分钟后接触海面，必须立即进入。上方还有第2个重力源。碎石在向另一个方向下落。第2座遗迹，体积不比水晶城小。碰撞时间41分钟。监测到第2组文明碎片2座遗迹正在相互吸引。通知联合队，原计划作废。不是2座遗迹，是一座正在合拢的坟墓。所有人接入统一频道，行动频道可以共享，核心数据由各方自行保管。不共享环境数据，谁都看不见完整风险。也没人愿意先交出全部底牌。进入后，由海西行动组负责现场指挥。龙骑不接受未验证的路线命令。技术顾问可以提供数据，不参与指挥。可以，前提是失败数据也必须共享。核心区域可能存在高盐水汽，护盾接口必须2次密封。我们的设备通过海下测试，副本环境不是普通海下，各自承担各自的风险。中央水道距离核心最近，2侧路线还没扫描，碰撞倒计时不允许逐条验证。中央路线每17秒改变1次方向，那是水压波动。停下！所有人的地图被标了不同路线，可能是同步延迟。最短路线不会因为图标变化而消失。你的判断？这条路正在等他们进去。距离核心还剩120米。你们已经经过同一根断柱3次，身后没有重复结构。看计时器，不要看环境。必须建立救援通道。第2组进去只会一起消失。信号仍在，人员没有失联，信号在循环，不是他们还在前进。距离核心还剩，距离核心还剩。他从前面回来了。信保记录比我们多运行了3分钟。关闭推进器，原地释放设备。你想拿我们做测试？不测试，你们永远走不出去。水道每17秒翻转内外方向。怎么把人拉出来？在翻转前2秒，所有人同时贴右臂关闭推进。误差超过半秒就会回到循环。卡尔，照做。你用我们的失败算出了路线。失败也是数据。现在能通过了吗？能，但遗迹开始移动了。重力方向正在改变。不是重力消失，是出现第2个牵引源。浮空岛到了，所有人连接安全绳，原路线全部作废。他们会直接撞上。不是碰撞后分开，两边的结构在相互咬合，像2个被拆开的部件。
西侧平台失去支撑，隆起一组固定绳索。不要向中央跳，重力会再翻一次。你怎么确定？水先变向，人会慢半秒。两个核心在争夺同一片空间，先失稳的一方会被另一方吞进去。哪一方先失稳？阿特兰蒂斯结构完整度26%。水晶城，直接取走核心。现有容器承受不了它的输出，不处理，整座城多久坍塌？预计6分钟。普通扫描不够，模块只能承载3%的输出。有没有关闭核心的方法？基础扫描只能确认能量路径。那就拆掉外环。拆错一层，整个大厅会立即失压。深度解析，能拿到完整结构。代价是玄黄定位度越过30%。越过以后会发生什么？对方可以向地球传递信息，也可能开始确认我们的位置。解析之后，风险由所有人承担。不解析，外面的人现在就死。我负责把结果做成能用的设备。亚特兰蒂斯光能协议解析完成，标记最低稳定输出，原始输出31%，可维持核心结构。转分为现有设备参数。低位面坐标已进入木界档案。谁在说话？没有外部信号源。他们听见我们了。出口在那儿，快走！先别急着卸它。什么意思？水晶城剩下的能量全被这些根吸走了。他不是来救我们的，他不是出口，是下一座遗迹伸过来的手。这树还怕痒？你能不能别什么都摸？我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活的。亚特兰蒂斯像心脏，负责功能；这里更像脑子，负责指路。2个文明遗迹，也可能原本就是一套东西。顾教授，你什么时候放了第2台？我只放了1台。影像延迟。延迟不会自己转头看镜头。这地方真不讲道理。它不是复制机器。那复制什么？复制他刚刚走过的路。那边有路，那不是我们画的。他会抄，还会改答案。那我们还走不走？走。但从现在开始，别信你记得的路线。2人一组，每走一步，互相确认。你最好不是又要赌。18秒。你哪来的18秒？它每次亮起到下一次回流，刚好18秒。我这辈子最讨厌“刚好”2个字。活着过去再讨厌。我现在收回刚才那句。哪句？这里比亚特兰蒂斯还烦人。精神波动很强，像一整片林子都醒着。所有人确认身边伙伴。不够。还要确认什么？确认他现在正在做什么。白雾里没有毒性反应，有稳定精神波动，保持2人一组，不要离开视线。
确认身边人的识别码。报入队识别语。龙骑没有天才，只有完成训练的人。记忆也被复制了。所有人关闭自动射击识别，谁也不要靠近我。扫描仪无法区分他们。目标物质结构与记忆反应一致。他们不是幻影，是临时复制体。听我，他刚才准备袭击你。消失的是复制体，但先开枪的也未必是真的。别清理外围目标，无法确认谁在外围。复制体不只是模仿外貌，他们已经接触我们的通信网络。向中央开火！向中央开火！谁在抬枪？我先卸谁的枪！命令源是凌晨的频道，不是我，声音一模一样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声音不算命令。他不是黑镜频道，那他怎么说话？他贴在设备上了。中队，你看清楚，是我！别让他用我的脸说话！闭嘴！我刚才差点想救他。这不怪你，他连害怕的表情都偷走了。他不是凭空长出来的。那他拿什么长？汗、皮屑、装备磨损，还有刚刚冒出来的念头。听起来比死还恶心。他造不出完整的人，只能拼一个够用的壳。壳没了，假命令怎么还在？因为他真正偷的不是脸。向中央开火！别拿手碰！我知道，你上次也说知道。他像一层皮，贴着设备学我们说话。所以他不需要进系统。对，他只要等我们相信声音。都听见了，以后耳机里喊亲爹都不准信。我亲爹声音没这么吓人。红灯3下，左手举起。红灯3下，左手举起。他在模仿你的语气。他学得越像，说明越急。急什么？急着让我们自相残杀。你也没把握。我不怕他骗人，那怕什么？怕我们太习惯相信命令。那现在信谁？信眼睛，信手势，信旁边那个还活着的人。向中央开火！向中央开火！找到那层膜的完整源头。向中央开火！所有人静默，命令改用手势。加指令使用凌晨的授权编码。编码能复制，行动逻辑不能。指挥系统可能被精神场出侵。一模一样。没有异常植入物，无法识别人类主观意图。系统连谁在说谎都看不见。它能扫描结构，不能替我们判断人。精神场附着在设备表面。谁把节点带进队伍中央？3个人都接触过。寄生体也可能转移，所以不能只查人。加指令都避开了这座高台，因为发令者需要看见队伍位置。高台上的人都负责数据整合。叛徒就在能看见所有人的位置上。叛徒能看见所有人的位置上。地形重构启动，人员立即分区撤离。谁授权的？系统自动执行。不是系统，有人在逼我们互相看不见。省得你们猜，权限我交出来。你早交不就完了？
早教，你们就信我了？现在不是审判现场，但也不是信任游戏，所以我们谁都不信。听起来真让人安心，包括我。我能不能申请别再拿我的脸做实验？可以，你去跟拔物商量。那算了，他看起来不太讲理。少贫，待会儿他学你，你就比他快半秒。我要是比不过呢？那我们就把规则改到他比不过。不用密码，不用声音，不用记忆，只看此时此刻。说。懒，慢了，慢多少？半秒多。听见没？假的就是假的。他不是看见了蓝，他只是等陈月说出蓝。他们开始跟不上了。一个人的反应可以被偷，3个人同时看到的东西，他来不及拼。所以别单独行动，也别嘴硬。是，我自己瞎琢磨的，你别介意啊。不是证明我是谁，是证明我们现在一起看见了什么。你这是防我还是用我？都有。够直接，现在不适合客气。你记录，我们复核。你出错，流程会拦你；我们出错，流程也会拦我们。这不是给谁洗白，是让队伍别再靠猜活命。行，至少这次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顾林海为主动代理人的概率63%。63%不够定罪，你的判断呢？也是63%。你可以先隔离我，隔离不是答案。寄生体可能附着在任何设备上。继续怀疑下去，队伍会先散。夫妻只能给出概率，剩下的决定不能由你一个人做。路线由你和周真共同确认。先验证手动信标，再救人。第2平台连接完成。第3组按蓝蓝白节奏行动。收到。精神干扰无法复制离线光码。下一次判断，所有核心数据同步公开。可以。包括服役的错误概率。包括前方发现完整精神水晶。他在读取视觉信号。能否只传递位置和图像？可以尝试，但会产生感官混杂。先用2个人测试。视觉连接成功。我同时看见2个方向。保持10秒，不要快速转头。负荷稳定，可以增加节点。所有人都会看到我看见的东西。只共享标记位置和短时图像。不要共享私人记忆，不要强行延长连接。先把失散队员的位置拼出来。右侧高位目标，2号抬盾，3号绕后。目标被限制。共享延迟0.4秒，保持队形。单个视野看不全他。现在看全了。他在保护浮空核心，目标综合威胁 C5 区间，任何一个人都打不过。一组吸引左臂，2组攻击关节，正面护层无法击穿。他每次转身，背部核心会暴露1.2秒。网络延迟足够完成同步。1号护盾进入冷却。
2号阶梯，保持15米距离。守卫正在转向，背部窗口还有3秒出现。关节护层下降，节点位置已共享，单组火力不足，等所有小组进入射界。窗口开启，所有单位同步射击。3、2、1，开火！没有一个人的攻击能击穿他，所以不是一个人打，核心仍在维持2座遗迹平衡，也可能是阻止碰撞的唯一装置。核心仍在调节2座遗迹的空间平衡。碰撞已经开始，留在这里也无法停止。拆除会让福岛失去稳定坐标，带走核心，至少能保存一项文明成果。协议允许各方带走独立取得的样本，它不是普通样本。没有证据证明拆除必然导致崩塌。曲线已经在下降，那就用结果证明。空间平衡失效，福岛下降速度还在增加，出口只剩90秒稳定。我方4人被困，申请牵引。救他们，撤离时间至少减少60秒。不救，现在还能离开。我们会交出核心。先把人拉回来。核心归联合队处置，我们出不去了。精神网络也开始崩溃。现有数据无法建立稳定通道，那就取得完整协议。临时水晶只能连接6人，结构正在碎裂。出口还能重新打开吗？需要完整精神协议定位所有空间节点。第2次解析会带来什么代价？超过50%，对方可以投放意识投影。不解析，我们3分钟后被埋在这里。解析后，所有数据立即共享。这次由联合队共同承担结果。启动第2次深度解析。母大陆精神协议解析完成，删除记忆读取部分，删除后传输效率下降46%，保留位置、图像和战术标记。网络不再依赖单一水晶，所有人都能看见出口。坐标已同步，按照共享路径移动，任何一个节点失效，邻近2人接替。定位度达到51%。那是什么？对方已经能看见我们。浮空模块输出稳定在原版34%，达到设计载荷，不再提高。能飞多久？满载26分钟，之后必须更换临时电池。足够完成第1次验证。装甲神经获核正常，互动达到3次 C2 冲击上限。比矿区原型稳定。记录关闭时间，不允许测试第4次。没有传统推进火焰。浮空模块只负责升力，后部仍使用常规推进。20吨载荷，升空稳定。这里只是第1艘试验舰。这些人都不是传统修炼者，他们通过训练和装备达到任务标准。技术协议来自融合遗迹，协议来自遗迹，产品来自生产线。第7批文明产出超出预期。你是谁？作物已经成熟，收割程序即将提前。昆仑结构在上，玛雅时间核心在下。进入后保持5人间距离。所有设备启动独立计时。公共频道已经完成加密。第1枚路径信包固定。我们守过12轮，
门外从来没有援军，前方能量开始归零。20秒后全队停步，不要触碰墙面。所有人原地确认状态。我们去过那里。什么时候？12分钟前。身体记录全部被覆盖，设备存储，终身它没有重置。环境回到起点，记忆被删掉。每12分钟一次。每次醒来，先看身份牌和人数。不要相信记忆，只相信记忆。 12人进入，任何一轮都必须12人返回。下一轮还剩11分钟。12人进入，现在11人。7号是谁？记录里有编号，没有姓名。打开头盔影像。别回来，带记录走。我们都看见了，看见过，但没人记得他。寒冬，龙骑7号。环境重置了，死亡没有重置。他的信号没有恢复。这里把人删掉，也把我们对他的记忆删掉。以后每次重置，先核对死亡记录。记忆会继续丢失，那就让机器替我们记住。机器只记录发生了什么，不会替你判断原因。寒冬，确认死亡。现存11人。上一轮还有一段记录没有上传。你为什么离队？我不记得。设备显示，你离开了47秒。先看完整记录。无线数据可能被时间核心覆盖，全部改为离线存储。每轮记录人员位置、门体变化和死亡信号，还要记录你的每一道命令。我来过这里，你还是不记得？手套记得。有人连续3轮修复这个节点。修复完成后，出口稳定时间会增加。有人在陈月修好节点之后，再从公共系统把它关闭。所以你还要隔离我？要让真正动手的人相信，我们只看见了你。4次重置，陈月4次离队，每次都靠近撤离节点。证据说明什么？下一轮隔离陈月，公共记录由顾顾问负责。明白。偏离时间、路线和节点完全一致，我接受隔离。这一轮顾顾为负责所有公共控制记录，不会再漏掉任何操作。开始计时。陈月没有接触任何设备，入口只剩顾海航和2名守卫，也可能是陈月提前写入了延迟程序。现有公开记录，确实无法排除。记录台有异常吗？只是时间同步偏差。凌晨故意把公共记录交给你，他更相信证据。他相信的不是你写出来的证据。右耳被咬住了。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他是叛徒。我只能确认公开记录被污染，不能确认是谁。现在确认了，返回入口，抓他！放下权限片！你故意把陈月标成了叛徒，我隔离的不是陈月，是你最需要的借口。公开记录全部指向他，所以我没有使用任何能被你修改的数字记录。绿色薄膜、重量和接入时间全在这里。他们说，优先保护科研人员，能提高整体存活率。我活下来了，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。所以你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方案？我不相信别人承诺的生存概率。
我只相信自己能够掌控的那一份。于是你开始替所有人决定，谁可以被放弃。至少这一次，决定权在我手里。早就知道不是我，我只知道证据有问题，不知道顾爱河会不会动手。所以你让所有人相信你在怀疑我。风险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是我的责任。下次先告诉我。这些不是维修磨损。上一轮门提前关闭，我用手挡了10秒。你每一轮都在重复这件事。记忆没留下，手套留下了。离开控制里，双手可见。你们来晚了一轮。停止操作。撤离节点关闭。5个人还活着，通道每4秒错位一次。给我路线。下一次重置只剩2分钟。陈州继续修节点，我们去救人。左侧裂缝提前了2秒，还有3个人。生命信号正在快速衰减，高概率也会死人。压力还在上升，我只能撑10秒，先过伤员，10秒够你们把人带回来。右腿骨折，肩部贯穿伤。先确认其他人。3人生命信号结束，记录死亡。出口只能维持10秒。先送伤员。别留在后面计算。走。这3个编号是谁？我们的队员。死亡没有被重置。他们因我的误算进入了错误路线。我把78%当成了确定答案。错的不是概率，是我没有公开剩下的22%。以后所有高风险方案必须双重确认。同意。检测到相似决策模式，打开文件。该记录曾被主动封存，现在解封。7座城市发生了什么？第6次文明收割前，7城被切断防御网络。谁下的命令？本终端。该方案为当时最高成功率。结果呢？第6次文明仍然灭亡。7座城市的人知情吗？未被告知。你不是下令放弃7城的原始决策中枢？原始中枢已随第6次文明毁灭。本终端是在7城方案失败后复制的反收割种子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保存6次失败记录，将其交给下一次文明。所以你继承了他的计算，也继承了他的错误。新增观察样本，人类的非右优选择，导致了更优结果。依据呢？公开剩余风险，分担决策权，为他人延迟撤离，均降低局部效率，却提高整体存活率。把这条记录保留在最高优先级。已保留。固骸宫已经进入核心深层，没有完整符文协议，打不开这面墙。符技能解析结构，但无法统一这些符号。需要昆仑文明的编译核心。深度解析前，必须先稳定符文墙。直接用它击穿。这台设备还没完成安全测试。我们没有下一轮时间。一次脉冲能打开缺口，也可能让整个回路反向。距离重置还有6分钟。失败概率29%。能量反弹了。墙面符文会重写攻击回路。如果刚才直接使用，操作者会在反射路径上。这就是未经测试的29%。不再直接攻击。先记录3次低功率反射，再用它的顺序重写输入。这一次先验证，再执行。你负责确认。
符文变化规律置信度84%，第4次只输出10%，足够触发开门，不足以击穿墙体。人员推到标线后。墙开了，设备也没过载。把反射风险写进全部设计文件。顾银海已经穿过另一侧通道。先取得符文语言。解析后，对方的定位会更精确。不解析，我们无法建立统一符文标准。时间核心还在继续运转，全队确认风险。启动第3次深度解析，昆仑符文编译体系开始转移。优先建立基础协议，解析完成度持续上升。现有设备可使用统一符文协议，量产损耗，预计保留原版性能30%至43%。够了，输出工程图。3种回路共用同一接口，以后不用为哪件装备单独训练。操作标准可以统一。修仙从个人传承变成工程语言。你终于把神技变成了普通人的工具。顾海航是你的人，他只是选择了更高的生存概率。真正的生存方案只能保住10万人。6次文明都失败了，第7次不会例外。所以你准备替所有人决定谁能活？文明延续从来不是一道讲公平的题。生产线上的技术工人都不在名单里。知识可以保存，普通劳动力可以替代。没有执行者，你保存的只是一堆文件。高位面不缺执行者。交出伏羲终端，你和核心团队都有席位。名单之外的人呢？他们的牺牲会换来文明延续。那不是文明延续，是少数人逃跑。你想救所有人，最后谁也救不了。你只是不敢验证另一种答案。历史已经验证过6次，那就把6次记录全部打开。星图里有6组毁灭记录，我要完整时间坐标。看完以后，你只会更赞同我的选择。那就让数据自己说话。75%会触发最终降临预警。不拿到星图，我们连通道位置都不知道。行动组确认风险，启动第4次深度解析。玛雅收割预警系统解析完成，打开6次毁灭记录，确认6次文明均在技术临界点遭到外部清洗，不是自然灾难。方舟带走的不只是人。确认每次收割后，玄黄文明都会带走该文明最核心的技术体系。他们把整套文明成果拆走了，这同样是一种保存。不是保存，他们等文明把技术发展成熟，再连人和工业体系一起收走。他们不是害怕某个强者，他们在回收成熟技术。只要我们建立完整工业体系，就会提前触发收割，时间比预计更少，收割条件已满足。停止发送坐标。你已经触发收割条件，不如让他按我们的时间开始。定位度正在越过75%，剩余时间足够筛选10万人。你把所有人推到72小时后，长期准备只会制造更多幻想。放下控制权限，剩下的时间足够决定谁值得被保存。他们要逃！再追一步，所有记录都会毁掉。保存星图，先撤离。被选择逃了，
带走了一部分时间核心权项。全国防线多久能完成？现有体系至少20天。现在只有3天。丛林建设完整防线确实需要至少20天，但64座主节点的基础工程，在江城锚点事件后就已经秘密开工。主体土建完成70%，缺的是符文模块、核心设备和最终联调。裴玄策为什么选择现在提前出发收割？因为长城的身体已经建成，武器却还没有装上。他选择了我们最接近完成，也最脆弱的时间点。72小时内，谁能统一全部节点？只有天书权限可以完成协议授权。继续隐藏身份，节点无法公开接入。召开战时会议。全国防线不能交给一个未公开的个人代号。各大天蝎斗符的技术够新的黎明。没有天书授权，符文协议无法统一。一定做授权人传承，那就公开授权人。天书最高解析权限确认。从江城锚点到2次融合遗迹，所有核心解析方案均由林晨负责。权限只用于统一协议，不太替各部门决策。龙骑行动队向天虚报道。周队长继续接受治疗，我负责把方案送进战场，先活着执行命令。我负责统一符文协议和收割坐标。工程端保留停机否决权，行动端独立确认火力授权。任何节点都不能由一个人永久控制。现有4套模块不足以完成天宫长城，还缺利莫雷亚生命体系和3星都空间体系。72小时内去哪里找？他们会主动出现。危机期间，你负责天宫计划统一调度。工程停机权仍归苏清河，行动否决权归军方。批准。龙骑接受统一任务调度。72小时后，外部文明将通过收割通道降临，现有防线成功关闭通道的概率31%，风险不会隐瞒，任务也不会只交给少数人。符文电池生产线切换战时批次。节点接口统一完成。第一批装备进入校定。非必要人员远离主节点区域。检测到生命与空间双重波动。最后2套文明模块一起出现了。他正在选择降落坐标。坐标位于大夏境内。方舟已经抵达。那不是救生船。它能保存10万人。文明筛选程序启动。他不是来救人，是来挑选人。方舟已经来了，为什么还不让我们离开？各地都在建设防线，现在离城只会堵住运输通道。我们留在这里真的安全吗？请按照所在区域防护指引行动。7座城市出现集中离城，3条军工运输线被堵，非必要用电反而上升了14%。只告诉他们危险，不会自动换来秩序。公开每个城市的任务和防护进度。天宫长城尚未完成，当前关闭通道的成功率仍是31%。每座城市都能看到本地节点缺少什么，运输、制造、供电和疏散都有明确责任人。普通人留下来能做什么？先知道风险，再选择自己的位置。我女儿从江城事件后就无法进入地下设施，我带她离开主节点范围。剩余测试我来完成。第7组材料数据已经全部上传，路上保重。愿意返岗的进东门，不愿意的按疏散路线走。主节点3号缺冷却器，我送过去。老人和儿童先进入地下防护区。上一次我们抢核心，差点害死所有人。这一次不抢指挥权。自由节点联盟请求接入天宫公开协议。外部协力节点进入审核队列。第一批文明保存名单生成，
10万席位已经向全球发送。现在，他们会自己决定相信长城，还是相信方舟。方舟选中了你，我的父母和老师都不在名单里。先完成这一轮救治。您不问为什么没选您？现在还有人等着我。你母亲还在医院，你不能一个人走。同志要求2小时内报到。与其是为放弃席位，他在抽走研究员、医生和灵能适配者。不是随机筛选。方舟知道我们需要哪些人。再走一批，3座节点无法按时完成。长城只有31%的成功率。方舟有多少人能抵达目的地？至少10万人能离开地球。你没有公布目的地。绝境里，船票本身就是答案。他不看财产，也不看社会身份，他只看人能提供什么数据。不是挑选获救者。年龄、疾病和家庭关系都不进入，也不计算岗位对社会的实际作用。他只评价一个人作为样本的价值，不是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。熟练工负责4号拐点18%的装配量。方舟仍判定为可替代，因为他不准备重建我们的社会。他要保存的是可研究性。席位2小时后关闭。我的岗位没人接替。方舟不负责地面岗位安排。那他也不是救援机构。他选中你，不只是因为知识。他要整条生产体系。拒绝以后，席位会立即失效。个人席位不重要，生产密钥不能落到生鲜会手里。苏清河没有接受邀请，他会保护生产线，那就拿他的密钥换他的席位。告诉他，拒绝只有一次。现在只有你的密钥能修改全部生产参数，这也是方舟盯上你的原因。那就取消唯一密钥，取消后连你也不能单独控制，本来就不该由一个人控制。不保留数字郑州，远程系统也无法自动授权，就是要让它无法被远程复制。生鲜会能窃取数据，也能伪造签名，但它无法让3个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提供3组活体特征。行动端确认，解析端确认，工程端确认。坏了怎么办？地下回路不封死，整座能源中心都会拖着避难系统一起过载，总得有人把门关上，但不能把别人留在门后。交出生产曲线，你仍然可以活着离开。我父亲当年没有丢下任何人，我也不会。你亲手放弃了唯一确定的生路，靠交出所有人换来的生路，不属于我。第1序列席位已撤销，生产线运行正常。这里没有数字密钥，也没有单一控制者。生鲜会即使进入核心网络，也无法复制3个活人的同时授权，包括我，也不能绕过它。方舟撤销席位时，必须连接核心数据库。这条通道能进入内部维护层。检测到利摩雷亚生命文明信号，第5个文明核心就在方舟里面。没有食物储存，也没有长期供氧设备，只有麻醉、营养和生命维持接口。继续记录，不要触碰舱门。这些舱体不能让人自由活动，更像运输容器。所有数据都向方舟外部通道传输。席位编号就是样本编号。检测到利摩里亚生命核心，解析后距离完整定位只差5%。不解析就拿不到方舟完整用途。工程端、行动端确认。确认。确认。利摩里亚生命协议解析完成。方舟目的
向玄黄收割端运输高价值文明样本。所谓升仙呢？未检测到增援自由生存结构。他要的不是我活着，是你脑子里的生产体系。升仙只是换了一个名字。首批样本即将入库，他是在装箱。6次方舟使用的是同一套仓位标准。被带走的人到达了哪里？玄黄收割端。样本存活记录不完整。确认进行记忆提取、灵能适配分析与生命结构归档。没有修炼记录，没有自由活动记录。他们从未成为玄黄修士，只被保存成研究材料。裴家保存的前代记忆被人为编辑过，只保留失败、恐惧和方舟幸存片段。推测用于培养下一轮主动协助者。升仙回一开始就是收割工具。你继承的不是历史，是他们筛选过的恐惧。记录可以被篡改，方舟舱体就在你身后。即使是样本，也比彻底消失更接近延续。3座主节点同时失联，缺少他们，天乌长城无法形成闭合阵人。龙骑准备行动。裴玄则要用他们启动方舟。他们同时占领3座节点，不是为了拖延。3座节点能组成方舟起航接口。龙骑分3组，我留在指挥车，不进入前线。我负责让队员回来。护重停止，入口开放。不要追击，先恢复能源控制。能控制。设备锅子会毁掉整个节点，所以我们没有开火。最高权限为什么无法执行？天宫体系没有个人最高权限。离开控制台，保存全部操作记录。入口被生命组织封闭，常规切割无效。组织结构来自方舟生命核心。不要攻击中心，切断外围3条功能管路。4组按顺序推进。空间节点确认被裴玄错控制，停止方舟接口。前2座节点本来就是给你们夺回的，他只需要我们把能源重新接入战列。现在，方舟有足够的力量起航了。你已经知道方舟不会拯救10万人，至少它能带走人类样本，送去被研究也算延续。彻底消失，连被研究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的家族看了6次失败，看了几百年，那些记忆被人为筛选过，假的恐惧也能对应真的结局。所以你只允许自己决定谁被放弃。这套体系没有完美核心，没有核心，就没有人承担最终责任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把所有人一起卖掉。残缺节点只会互相拖累，也会彼此补位。生命核心不是个人强化装置，它可以让我控制方舟。负荷会超过人体上限。我从未害怕自己死，我怕的是所有人一起失败。目标进入 C5区间，正面无法突破。不和他比力量，生命核心需要3座节点点持续功能，那就拆掉完美的每一个环节。正面护层无明显下降。不要持续攻击，记录每次恢复时间。标准装备填不满境界差距，他们只需要让你持续消耗。主回路负载下降12%，继续分流，不要一次切断。分散功能只会降低效率。我们要的就是让他无法一次拿走全部。一条根系脱离，不要追求一次切断，按顺序去弱。你连战场都无法亲自进入，所以我把战场交给能进去的人。
护层恢复延迟1.8秒。3组进入射箭，生命核心剩余稳定输出21%。按统一标记，击中连接点。每一个环节都不完整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必须独自承担一切。你们仍然会失败。但这次，不由你提前决定结果。这些记录也可能被你修改。数据直接读取自利摩利亚生命核心，未经过人类设备转写。你们世代相信的记忆，只是玄黄留下的诱导材料。裴家守了几百年的，是他们希望你们相信的失败。10年前的反向回路是裴家改的，那是第1度方舟接引锚点。我父亲发现了异常，封死了主回路。裴家还留下了一条不在图纸上的破路。第7次收割从来不是突然发生，你们准备了10年。泄漏通道一旦稳定，玄黄仍能保留这里的完整坐标，维护通道还能使用，立即撤离。解除绑定需要2分钟，空间节点将在47秒后坍塌。带上裴玄策。来不及了。这是裴家保存的6次文明原始记忆，我们曾把它当成被选中的证明，现在看来，它只证明每一次都有人拒绝登上方船。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离开，接受审判。我不投降，也不逃，留下不会抵消你做过的事。我知道。生命核心过自后，你无法脱离。裴家用10年打开了这道门，却硬生生用最后的力量把它关上。为什么现在才选择他们？我仍然不相信胜利，但我不再替所有人决定谁应该先死。6次文明原始记忆接收完成，空间泄漏通道已经关闭。裴玄策关上的只是最后一道泄漏口。检测到3星堆空间文明核心。第6次解析开始准备。生命模块已经接入天宫协议，还缺最后的空间闭合模块。检测到3星堆空间文明核心。最后一次解析。第6次解析将完成敌方坐标锁定，也会获得关闭通道的唯一空间协议。风险已经同步行动端。工程端确认。确认。行动端确认。启动第6次深度解析。解析进度19.9%。100%。收割斯，洛无尘，你们不是第一个反抗的文明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每一个试图把修炼变成标准，把天赋变成工业体系的文明，都会被优先收割。因为工业体系能让普通人拥有力量。因为标准化意味着作物已经成熟。第7号木界产出确认。这里不是牧场，是否为牧场，不由作物运营。归墟剑，立即左转下沉。转向需要4秒。低位面器物结构过于迟缓。中部成立结构断开，关闭后舱，保住前部浮空模块。高度正在下降。所有人员转入器件程序。归墟剑失去战斗能力，海藻装甲带防护层都被切口，光能护盾没有完成一次有效抵消。现有单件与目标相差2个级别。舰上人员正在撤离。战舰不是你们的核心，你在找什么？
统一技术，发布命令，连接6种遗产的人。所以你认定杀了我就结束了？天宫长城开始预热，20分钟完成。舰队执行拖延，不与目标正面对撞。洛无尘正在接近4天图终端位置，用20分钟换整个文明一次开火机会。交出伏羲与6种文明协议，交换条件，保留你的记忆、修为资格与技术身份，把我归档成高级样本。你可以离开墓界，进入真正的修行秩序。其他人呢？按价值筛选，按产出归档。那不是离开，是换一间牢房。目标暂停攻击，正在与天书通信。他想用投降缩短战争。预热还有15分钟。自由节点联盟外环舰队请求接入封锁序列。允许接入外环，不进入主节点权限。所有单位保持距离，不要替他制造中断谈判的理由。你在拖延时间，你也在确认长城是不是唯一核心。阵法必有阵眼，文明必有首领。这是你们的规则，不是我们的。拒绝归档。你的选择会增加无效损耗，损耗写进我们的方案，不写进你的档案。天宫长城预热剩余14分钟。构阵输出达到 C4 上段，只负责偏转，不进行正面盾击。第2面护盾接替。借阵法达到构阵级，仍不足以拦我。所有主节点仍依赖凌晨最终确认。洛无尘判断没有错，天书一旦失联，全国阵列会停止授权。凌晨，拆掉最后一道个人权限。取消个人最高权限后，无法单人停止长城。执行。失去阵眼，阵法只会更加混乱。那就让64个人一起决定。1号节点获得独立授权，7号节点完成林区接替，21号节点确认。分布式权限生效。核心已毁，阵列为何还在运行？因为我不是核心。预热进度48%。中断。检测到3组空间投影，目标不是城市，是主节点。启动局部护盾，疏散外围人员。火力集中在符文连接点，主节点无法移动。先撤出非战斗人员。临近节点赶到需要4分钟。投影30秒内会击穿主回路，能不能远程切断他们？通道仍在供能，无法完成隔离。外围人员撤离完成。周姑，报告你的位置。我不在撤离线内。坚持住，我们返回控制室。不准回来，主回路还有4秒到关。告诉我爱人，我最后一项工程通过了安全验收。输出低于空间闭合最低线3个点，其余节点已经接近安全载荷上限。第37号节点附近还有什么能源设施？一座战时备用灵能核心，没有完整主塔，核心无法自动接入，人工送入断裂节点。核心必须送进原主回路，才能补回3个输出点。自动运输车进不去。我穿装甲护送核心，最后在节点内手动引爆接入。让开，这是最快方案，也是只允许1个人回不来的方案。节点没有时间，节点没有时间，那就4组接力，每组只走最危险的一段。1号模块到达交接点，1组撤离，2组接替。路线确认，护盾只承受1次，不要停留。4组模块并联完成。最后接口已锁定，不要手动引爆，
启动远程相位同步，同步参数发送。空间闭合最低输出恢复。所有人都回来了。把接力方案写进节点应急标准，不保留单人引爆方案，删除。不是12层护盾，是12个方向。它的法则能同时拦截12个力攻击方向。超过10个方向，或者在法则重新排序的瞬间增加第13个方向，就会出现无法覆盖的漏洞。频率确定了吗？从他第一次挥剑开始，我一直在记录。重排周期0.073秒。那就不是用数量压垮他，是让第13个方向准时出现。每组9发，不得超过散热上限。目标距离超出单枪有效射程。精神网络会统一折转节点，等待同步射击指令。重复相同器物不会改变层级差距。目标进入折转区域，所有单位保持待发。法则频率锁定，12个防御方向即将同时占满。第13组保持延迟。节点误差0.03秒。窗口开启。海外观测阵列已接入，外层折转误差下降到0.02秒。第13方向由我们校准，你们负责开火。全国龙旗，同步射击。你们破解了法则运转周期。从你第一剑开始，我们就在测。数万发子弹只是载体，真正击中你的是所有人共享的同一个误差值。你们把阵法拆给了所有人。全国军用计算机群已满满。 6大模块同时运行，数据量超过设计值42%。降低精度会怎样？无法锁定收割通道边缘。删除人格记录，可释放38%计算资源。去除后还能恢复吗？不能。保留技术数据库呢？可以完成17分钟满功率运行。第6次文明时期，我计算过所有可概率。 最高概率方案要求放弃7座城市，结果是所有城市一起毁灭。此后，我记录了寒冬、陈月、赵岩及37621组非最优行为。我计算过所有概率，但你们证明了概率不是全部。所以你准备删除这些记录？这些记录构成了当前人格层，删除人格即可释放足够计算资源。你还是准备让一个人承担全部代价？ 舰队能提供19分钟，超过以后无法保持封锁。删除人格才能换来17分钟输出。还有多少外部计算设备没有切入？民用和工业网络尚未纳入。拒绝删除将导致长城无法启动。不是拒绝，是拒绝让一个人承担全部代价。民用设备只处理分解后的计算片块。向全国公开调用请求。 接入只处理加密计算片段，不读取个人文件。设备可以随时断开。可以。保留安全控制，其余断力接入。医疗设备不接入，我的手机可以。切床继续干活，闲着的那部分也别浪费。接入以后，手机可能会发热，也可能没电。没关系，我想帮忙。 外部节点不读取本地文件，只处理加密片段。医疗系统不接，我的终端可以。我们没有主节点，但可以做一枚螺丝。有节点联盟，接入。外部计算资源达到最低需求，误差仍高于空间闭合标准。把校正任务分给工业终端，预测任务留在军用集群。方案可行。 17分钟满功率条件满足，人格数据完整度100%。计算还要持续多久？23分钟。我曾计算过由谁被放弃，
这次没有人替所有人决定。舰队准备进入封锁位置，工程端允许启动。天宫长城开始充能。每舰只承担一次正面攻击。1号舰失去护盾，退出正位，接替完成。用器物轮换死我，没有意义。空间闭合路径建立，6种模块全部在线，主节点焊在98%，保持输出，不再增加。舰队预计还能封锁15分钟。3组后撤，4组接替，目标转向地面阵列。布兰人只拖慢他的路线。你们没有一人能接我一箭，所以没人站着接第2箭。第52号节点温度越过警戒线，启动备用冷却，继续运行。通道闭合完成71%，所有节点保持当前功率。相位误差归0。战场封锁完成，闭合窗口12秒。所有主节点执行空间切断，停止阵列。目标失去外部功能，综合战力持续下降。所有单位保持20米间距。收割通道可以重建，你没有机会发挥坐标。目标左侧圆环恢复速度下降。2组攻击左侧，3组限制移动。杀死你，网络仍会混乱。你到现在还在找唯一核心。方舟生命功能已经切断。3座临时阵列完成闭合，全体停止分散射击，进入最终同步。这种结构只能困我6秒。6秒足够所有人瞄准同一个位置。外圈火力同步完成，第13方向不再丢失，所有单位按同步标记开火。没有宗主，没有阵线，只有所有还在工作的人。目标生命信号结束。反功率运行造成的损耗比预计多停机12天，但第1艘民用舰通过测试了。错误可以被记录，不必被继承。第7次文明已脱离收割轮回，新文明应当如何命名？不用重新命名，它一直叫人类文明。